大家好，我是李灿。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问题，就是究竟什么样的视频最适合学习中文？推而广之，就是学习任何语言。其实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，我一直不断在思索、在实验、在验证，究竟是什么样的视频适合我们学习语言呢？其实大多数人呢，学习语言到一定阶段，就是过了这个初级阶段之后，都会变得很迷茫，因为很难再前进了。初级就入门的话，其实都是很简单的。你像中文入门，你好呀、再见呐、我爱你呀等等，能有多复杂？或者问你家几口人呢？你什么时候生日啊？我请你吃饭吧，都是最简单的东西。但是很多时候啊，要你进行深入一些的对话，你就会卡壳，不知道该怎么组织语言去把自己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。其实中文，我觉得中文首先它其实因为没有什么变革之类的东西，每个词后面没有什么尾巴，需要不根据这个词所的位置、语态等等把它变成另外一样的。中文不需要，其实省去了很多烦恼。但是其实我也发现，就通过很多朋友在我视频下留言，我就发现大家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到中级以后面临最大的问题是，很多时候你搞不清楚这个词儿究竟该放在哪个位置，还有就是很多时候你分不清该用一个字的词儿还是用两个字的词儿，或者两个字比较接近的话，很难区分开来。其实这所有都指向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，就是你如何才能吸收到足够多的真正的中文，怎样才能写出来或说出真正地道的中文。我们学语言其实都知道，语言它最重要是输入，输入足够多之后，你才能自然而然的输出。很多时候为什么在要说一句话呀、组织一个句子的时候，总是那么捉襟见肘呢？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说不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脑子中的东西太少了，你接收的东西太少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又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啊，什么视频是最适合学习语言的？我为什么会思索这么一个问题？因为说实话，大家很多时候会觉得啊，我想看电影，我看电视，我看小说等等啊，或者我看一些 vlog 等等，我好像都能接触到比较地道的正宗的这种语言，正宗中文。但是真的是这样吗？那么为什么很多时候大家好像只是让自己娱乐了，其实在学习上很多时候这种作为啊都是徒劳的呢？大家有没有想过深层的原因？为什么呢？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。因为我本人是英语专业的嘛，所以英语到现在很多时候还是你不能说的特别流利。很多人听我说英语觉得我有点英式腔啊，以为我是英国来的台怎么说，我确实刻意的模仿过英国人说话，所以多少带一个一定的腔调啊。这就是口音问题。口音问题其实是相对比较好解决的，但很多时候其实你没法接触到真正的足够多的这个，就是在现实生活中能运用那些表达方式啊等等，你一说出来是很奇怪的。比如说你是通过电视、电影、小说等等去学语言的话，就是很奇怪，不够自然的。那怎么样呢？怎么样才能接触到这些原始语言的材料？这就是一直困扰我的问题。因为说实话啊，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每天接受海量的信息，真是海量，无穷无尽。我们现在真的不是信息匮乏的时代，信息太多，我们不知道怎么筛选。很多人像我一样，就是每天会花很多时间在 YouTube 上，因为本身我是做 YouTube 视频的，还有我也会去看很多 YouTube 视频。但是我同时作为一个语言爱好者或者学习者，我会发现，就是 YouTube 虽然大部分视频都是用英语做的，但是很多视频对我真正说英语是没有多大的帮助的。比如我们一个个去说，比如那种专门的英语教学的频道，他们会讲很多语言点、知识点或者一些短语、句子等等，
这些其实我觉得对我平常生活的话，我最多是一点缀。比如我知道味道啊里面有好几个词儿啊是这样说的，但是真正我就算单个的知道这些东西，你让我把它们化为自己的语言运用出来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这么一个过程。因为首先我接触的就是单零零的这么一些东西，没有什么用处。还有就是 vlog 呀 ，vlog 有一些我之前会看一些美食的呀或者什么的，但是我发现他们的词汇量是很局限的。比如说有时候我想和我孩子交流，我想让他养成那种双语的习惯，做父母嘛都是这样。但是我通过我接触到这些，我吸收到的这些英语，我很多时候还是发现我和他说话的时候，我还是会卡壳。很多东西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就是最日常的一些东西，最日常的一些表达，最日常的一些说法，好像在脑子里还是没有。我还有看了那么多美剧啊，或者英剧啊，还有电影啊什么的，好像对我自己都没有什么帮助。我就觉得为什么呢？我明明已经输入了这么多语言，为什么临到我用了的时候，好像还是不够呢？是我真的没有努力去吸收吗？还是我这个方向是有问题的？就是说我看这些视频，它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适合我学习语言。后来我觉得应该不是我不够努力，其实我成天沉浸在英语的时间是挺长的，但我可以说很多东西，但是真正临到用了的时候，我就发现真的还是会捉襟见肘，还是很多东西说不出来，还是会卡壳。有一天我看到一个视频之后，我突然顿悟了。这个视频是一个比较大的英语的这个 YouTuber， 但是他其实很多视频做的并不是特别让我感兴趣。但他其中有一个视频，他做的一个 rambling， 就闲聊啊，闲聊什么的时候乱七八糟随便说。这个我发现这些视频特别有意思，然后我发现能学到特别多东西，那感觉上就好像他在对我说话一样啊。他好像就是我们两个闲聊，但是我主要是倾听的角色，但是我很放松、很自在的去吸收他那些东西，他那些语言，然后不自觉的很多东西就进去了，好像在生活中就能特别自如的运用出他一些说过的东西。然后我当时就好感觉是灵光乍现这种感觉，我就发现应该就是这种类型的这个视频最适合学习语言。首先形式上就好像这个视频的人面对面和你聊天一样，就中国人老说的唠嗑，就随便说，家长里短，就是说一些特别平常的生活的话题。这个生活的话题它会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这些东西才是我们学习语言真正需要的东西，而不是一些很高大上的一些词语词汇，什么都没有意义。真正涉及到生活最基本的一些需求，最基本的一些方式啊等等，你想想看，就是小孩子他是怎么开始学习？就父母不断和他说的不过就是些家长里短，我今天家里这些事儿，今天开心啊，我今天你怎么吃饭呀？好不好啊？乖不乖呀？吃喝拉撒呀？等等，就是最简单的东西。这些东西反倒是你基本上在很多地方都找不到的。除了我们学习语言的话，学习课本学了之后，再往上走的时候，我们会其实跳过一个很大一段，直接会去学习比较高阶的东西，中间一大溜我们最需要的东西，最生活化的东西我们无从学到。就算你把整个网络翻个遍，你都学不到这些东西，好像就是特别难找到。因为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，感受是不一样的。对我而言，我觉得就是这种视频，就是感觉和我面对面在聊天一样，说的都是家长里短这种东西，是最适合我学习语言的，我能吸收到最多的东西。还有因为本身我是非常放松的状态，很多时候大家学习的时候感觉都比较紧张啊，正儿八经的我要听课了，是这样，对，但其实这种时候其实人不放松反倒学不好，就是一种被动的学习。被动学习就不是那么主动刻意的去学习，那个时候能接触到更多的东西。大家想想看，为什么母语者
学习语言在那么小的时候就有所成就，而我们好像花了好久，感觉好像都摸不着边儿似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不够放松，就是我们面对的材料啊，好像总是与我们日常生活不怎么相关，或者有时候太过具体。你看一些做饭的视频，他们就集中在做饭上，美食的视频，吃的东西，化妆的视频，那确实能掌握那些东西，但是这些东西它毕竟是太集中、太具体的东西，你需要相对宽泛一些、更广阔的一些话题，而同时这些话题是日常生活中真正需要面对的事情，或者一些你自己本身的故事，或者家长里短这些什么东西啊。而这种形式呢，怎么做？就是通过感觉好像面对面和你聊天这种状态，我是觉得最放松的时候，你最能学到。其实这种方式，我觉得直播是最合适的。比如说，我就坐在这儿，然后呢，大家在那个对话框上写下一些问题，咱们进行对话。比如你问了一个问题，我回答了，这是不是更接近于日常的这种对话呢？那同时你可以看别人问问题，然后我回答了，你就会发现啊，他问问题问了这样的问题，然后他是这样回答的。因为语言本身就是用来沟通的，有来有往，这样才能提高语言呢。为什么很多人好像自己一个人沉思啊，想象好像都特别厉害，甚至写文章一马千言，一下子写几百字特别容易啊。作文呀，咔咔咔写完了，但是呢，对话让人说话的时候总是不会啊，因为他缺少锻炼。这个时候直播是真的是一个特别合适这么一个方式学习语言，我是这样觉得。但直播它有一个缺点，没有字幕，它会把很大一批人直接的筛下来，因为很多人其实中文还没有到那种水平，所以大家会觉得啊有点难懂，听不怎么懂啊。这个时候呢，首先就是要求直播的人说话口齿要清晰，说话相对慢一些。这还有呢，有时候要做一定的解释，用英语比如说做一定的解释，更利于大家去学习。所以我今天和大家说这个是什么意思，就是告诉大家，就是什么样的视频最适合学习语言。第一类就是这种面对面式的这种聊天一样的状态的视频，比如我现在这种方式就很放松、很轻松，然后聊的是日常的话题。我今天其实聊也是个比较日常的话题，学习语言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。还有另外一个形式就是直播，直播其实也是问问题啊，你有来有往的问问题，你说一句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我说好几句，就模拟生活中的对话。这个是其实对语言学习的提高是帮助最大的。我之所以要和大家说这个事儿，就是这个应该是我未来视频制作的主要2个方向，一个就是和大家聊天谈论各种话题。学习语言呢肯定会说啊，但除了学语言之外，我会包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情，包括本身的故事，包括一些生活中一些发生的事情，发生在我周边的呀，发生在整个城市，发生在中国等等，就是很生活化的这些东西，日常生活会发生的东西，甚至比如说我和我孩子间沟通交流啊，做为人父母的一些感受啊，所有东西都可以聊。这些就是最基本最生活化的东西。大家其实还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你比如说最关心生活当中哪些问题啊？你可以留言告诉我，要是我有什么能说的，我也愿意分享我的想法。第二个就做直播，做直播就是我后面肯定会尝试的一个方式，但是我也有一定的私心，就是希望首先呢让大家喜欢我的观众，他已经能听习惯我的说话方式，我的语速，我的节奏等等已经很习惯之后，我再慢慢尝试去做直播。因为这样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这样是对观众最为友好的。因为学习语言的话，你肯定永远应该从一个人入手。比如说你也是一个男的，你的音色和我挺像的，说话状态也挺像，你其实可以完全去模拟我的说话方式。这就是我其实学语言的时候，我也是一样的。我学别的语言，不管英语、法语、日语，我是会找一个语言学习这个偶像，我去学习他，然后呢，我就学习他说话方式等等啊。还有你可以一开始就把一个人说话方式听得特别习惯了之后，
还有琢磨透了之后啊，其实这就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。然后有这个基础，就好像有了一个跳板一样，噔就能跳得很高。真的，所有东西为什么就像学习语言的时候，大家讲究这种精读啊什么的，就是最开始要做细来，就是可以从一个人开始，简简单单只是一个人开始，从一个人就像一个点散发出去，你会发现这个基础打得好之后，会对语言学习有非常大的帮助。这就是我未来做视频2个方向。要是认同我的想法，或者对这些以后要出现视频感兴趣的朋友，可以订阅我的视频，也可以给我点个赞，持续关注我啊，然后让咱们踏上这个学习中文的一个欢乐之旅，欢乐而又轻松的旅程吧。让语言学习不是那么的痛苦，而只是好像听一个朋友在倾诉，在讲述，在评论等等，就抱一种很轻松的、很放松的心态去做这些事情。我觉得这对你语言学习应该是有大大的注意的。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。如果你喜欢的视频，请记得给我点赞啊。那么下次再见了。